非常興奮啊！一直都好期待啊！砌呢部咧 X-Ray 嘅 RX8E 啊！呢部車咧係由有車嘅車架改裝而成啊！歡迎收睇新一集嘅大家的 RC， 我係比利羊啊！睇睇呢部車嘅底板啊，係厚5mm 啊，而且非常之靚嘅手工，底板咧仲係非常硬淨同平直啊！好啦，準備好未？大家可以一齊砌車啦！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係玩1:10嘅呢，砌1:8啦，多多少少工具都有啲唔同噶。咁今次呢，我哋只會砌呢架車嘅車架，因為呢拍攝嘅時間呢非常趕啊，用咗2日嘅時間先完成呢個車架啊，所以呢，下一集翻嚟我哋會安排嘅行車嘅時候，先再同大家講解下呢部車嘅電子零件啊、摩打啊、電子變速嘅設定啦。X-Ray 1:8嘅車架系列總共有3款啊，3款嘅共同特點咧都係4驅嘅，分別有 RX8 啦、RX8E 同埋 X8 啦。喺第129集咧，我哋已經介紹過 X8 啦，所以喺度唔再多講，有興趣嘅咧就可以翻去睇下啦。RX8 咧係一部1:8嘅傳統油車嚟嘅。為咗迎合而家電車嘅潮流啊，所以推出咗電車嘅版本啦。RX8E 會用一套1:8嘅電子變速同埋無碳刷摩打配2嚿鋰電池，同埋咧會保留3皮帶嘅傳動系統啊。今集嘅內容會由我嚟拍攝啦，請嚟環球模型嘅老闆邵生咧去負責製作啦。對於玩開1:10嘅朋友嚟講咧，呢部車嘅傳動結構係有啲特別嘅，因為佢係行頭單向尾直嘅，咁所以呢，一般1:10嘅平路賽車呢都唔會有咁嘅設定啊。當前面皮帶轉動嘅時間呢，前轆就當然會轉啦，而兩邊轆呢係冇互相牽制，即係自由轉動啦。當前面皮帶停咗之後呢，兩個轆仲會自己喐嘅，咁樣呢個轉向就會係最快噶啦。而後邊皮帶轉動嘅時候呢，後轆就會喐啦，而兩邊轆呢係由於行直軸係互相牽制住，同皮帶係同步轉動嘅。咁樣嘅設定呢，部車係最穩定嘅。兩個設計一齊用嘅時候呢，部車轉彎又快啦，又穩定啦。傳統嘅1:8油車呢，其實係好好玩噶。不過奈何而家嘅情況呢，礙於電車嘅趨勢呢，所以推出1:8嘅版本呢，亦無可厚非啊。咁但係如果大家轉彎1:8嘅時候就要留意啦，因為頭先講過啦，部車係行頭單尾直嘅。頭單呢，有一個要適應嘅地方呢，就係冇迫力啦，所以呢，尾直嘅穩定同埋剎車功能呢，就大大咁幫助咗部車嘅行車啦。抹咗啲油漬啊嘛！而家整緊嘅係尾杯啊，尾杯係雙波子設計啊，連接搖臂噶。咁喺個波子前邊咧，要用粒好大嘅機米收緊佢，但係咧個波子要自由活動，而鎖住大粒機米嗰個咧，其實係火嘴匙嚟嘅。1:8嘅平路賽車咧，通常都有呢一個快速更換輪胎嘅裝置啦。其實好簡單嘅啫，係有個勾仔，有條彈弓咁樣嘅，只要一剔起條彈弓咧，就可以掹個轆出嚟，快速咁樣去換胎啦。
組裝後搖臂嘅時候，要用一個好特別嘅工具啦，就係呢個4mm嘅搖臂孔鉸刀啦，或者我哋叫嘅百力枝啊。搖臂嘅窿真係需要通佢㗎，而家我哋通完呢，就非常順啦。可以安裝埋個尾直軸啦。第一次見到9mm 闊嘅皮帶啊，防傾桿都令我大開眼界啊！呢度防傾桿嘅啤令座呢，有數字喺度㗎，配合翻防傾桿嘅粗度啊。如果你換防傾桿呢，就要換個啤令座啦，推桿接頭座啦。由於全套嘅零件呢都係同一個粗度，所以零虛位啊。三角式上搖臂啊，係唔會有左右擺動啊，提供足夠嘅支撐力啊。連接摩打嘅大減齒輪啊，會安裝喺一條超輕量嘅通心軸啊，引擎座就變咗摩打座啦。安裝大減齒輪嘅時候都需要輕微調校下，確保轉動暢順啊。RX8 咧係一部油車嚟嘅，而今次我介紹嘅 RX8E 咧係一部電車嚟嘅。喺呢度同大家了解下究竟油車嘅運作，咁樣大家對電車嘅改裝咧就會有更好嘅了解啦。油車當然有一個引擎啦、油缸啦、死氣喉啦，但係咁係基本嘅設備。喺死氣喉度咧會有條回壓氣喉咧駁翻落油缸嗰度。咁油缸增咗壓之後呢，佢就會將啲油呢輸送去化油器嗰度，而化油器嘅功用呢，就係調校空氣同埋燃料嘅比例，影響爆炸嘅力量啊。而調校呢個爆炸嘅力量呢，就要靠油針啦。一部引擎通常有3支油針你要調校嘅，而化油器嘅氣口開合呢，係需要一隻 servo 嚟控制嘅。既然有 servo 啊，當然要用電啦，所以需要一個額外嘅電源供電啊。而電池會放喺油缸嘅底部啊，會供應埋接收同埋另一隻轉向 servo 用嘅。但係咁都未足夠啊，因為引擎未點火，所以需要一個火嘴，而火嘴嘅上邊需要一嚿電池咧，令到佢加熱去燃燒呢個汽油啊。但係仲需要一個他箱嚟起動啊。引擎一起動咧就唔能夠停止啦，因為一停止就即係死火啊，所以需要一個離合器。當離合器嘅轉數夠咧，佢先會推動呢個後邊嘅孖速齒輪啊，咁樣部車先會行啊。識得行都要識得停先得㗎，所以咧 servo 另一個功能咧就係夾死隻臂力碟，令到架車停低啦。RX8E 咧其實簡單好多啊，因為電子變速、無碳碴摩打同埋鋰電池咧已經代替晒頭先我所講咁多嘅部件啊，而且裏頭係仲有優勝之處嘅。首先呢部車係可以有後波嘅，第二樣嘢可以調校到呢個拖剎啦，而且電子變速裏頭有好多細微嘅加速調校啊，包括 Turbo 啊。前搖臂嘅組裝唔使講，當然需要暢順啦。安裝單向啦，
頭先都講過啦，防傾桿真係零去位啊！上搖臂啊，轉向杯同快速更換輪胎裝置啊！組裝嘅時候跟足組裝說明書提供嘅資料啊，去調校呢個轉向波頭嘅出入啦。中咗嘅皮帶轆啊，咁其實所有皮帶轆咧都有排氣孔噶啦。3條皮帶都裝好啦，喺呢個時間當然要測試下皮帶嘅鬆緊同埋有冇過大嘅張力，令到部車好似拖住咁啦。單水撥轉向啊，係我最中意嘅一種設計啊！除咗佢有 servo 保護器之外咧，虛位亦都係最少啊，而且出嘅力係最直接啊！今集嘅最後步驟呢，我哋會安裝呢個 servo mount 啦、接收盒啦，同埋電子變速嘅底座啊。servo mount 同埋呢個接收盒呢，都會安裝喺二樓板嗰度嘅。再將二樓板安裝翻落個車架度先。咁呢啲電子器材基本上有車同電車都係會咁樣裝噶啦。差不多大功告成啦，好啦，油壓同其他電子嘢呢，咁啊下回分解啦，因為已經拍咗2日啦。1至5啊，梗係返工啦。星期6日就去咗環球模型度拍呢條片俾大家睇啦。咁首先梗係多謝環球模型嘅老闆啊邵生啦，出車出力去製作呢條片啦。喺製作嘅過程裏頭，同阿邵生傾咗好多嘢啊，關於以前玩車嘅嘢啊。咁首先呢，我同大家講啦，其實我係玩油車出身嘅，咁所以我對油車嘅結構係非常之熟悉嘅。咁今次再談翻起以前玩油車年代嘅光輝歲月呢，的而且確有一番風味啊。RX8E 喺製作完成之後，我真係覺得呢部係一部非常好嘅車啊！而且最重要係咩呢？佢改咗電車之後，同樣行翻頭單尾直，即係有翻油車操作嘅感覺，而且大幅降價，因為你唔需要再買一個昂貴嘅 engine 死氣喉，多一隻 servo 啊！仲有就係火嘴電同撻傷啦，改為用電子變速同無碳秸摩打鋰電池，基本上呢啲嘢，如果你玩1:10，你就會覺得其實個價錢唔係太貴嘅咋。我就約咗阿邵生呢，行車片就一定要拍噶啦。不過問題係隻車殼啊，究竟係咪要嘔心瀝血嘔隻1:8嘅車殼出嚟呢？唉，真係惆悵啊！好啦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